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？第一次见到某个人，明明素未谋面，却感觉好像早已认识对方，甚至那股熟悉感强烈到让你怀疑，这是不是你前世的某位亲人、朋友或者爱人？很多人会立刻把这种感觉归因于轮回转世，认为灵魂在一世又一世之间不断投胎，于是今生才会再次遇见熟悉的灵魂。但真相真的如此单纯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眼前这个似曾相识的人，其实未必来自你的前世，而有可能来自你的来世，你能接受吗？这个想法或许听起来冲击，却有可能彻底翻转你对轮回的理解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关于前世今生的故事几乎随处可见。佛经中描述六道轮回，人死后灵魂随着业力再次投胎，或为人，或为畜生，或升天，或堕地狱。甚至在现代社会，也常有人声称透过催眠回溯，看到自己前世的身份与经历。这些说法让大多数人自然地认为，我今生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前世有过因缘的人，因此那股莫名的熟悉感就被合理化成一种前世记忆的残影。但你是否想过，这个假设里其实藏着一个矛盾？如果真的因为前世有交集才会有熟悉感，那么对方也应该会对你产生同样的感受才对。可现实却不是这样，有时你觉得我们一定在哪里见过，可对方却完全无感，甚至一脸疑惑。这种不对称的熟悉到底从何而来？难道是你的错觉？还是前世记忆只对单方留下印象？这里就藏着一个被忽略的真相，我们往往以线性的时间观来理解灵魂的流动，以为灵魂必然是前世、今生、来世一条直线。但如果时间并不是线性的，而是同时存在的整体呢？那么眼前的这个人并不一定是你前世的某个相识，而可能是你来世的某个灵魂交集点。也就是说，你感受到的熟悉感或许来自未来，而不是过去。这个观点听起来或许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它却能解释许多轮回理论中的矛盾之处。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是同时存在的，那么前世与来世的界限就不再那么清晰，灵魂也不再是单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旅程，而更像是在多重时空中同时展现的能量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今生遇到某些人时，感觉有股莫名的熟悉，但对方却没有同感，因为对方的灵魂版本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空才与你产生深刻的交集。在接下来的内容，我会带你一步步深入这个颠覆性的真相。我们将探讨传统的轮回观如何限制了我们对灵魂的理解，为什么熟悉感不一定意味着前世，以及非线性的时间观又如何揭开灵魂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。如果你愿意打开心灵，暂时放下旧有的信念，我相信这将会是一段让你震撼却也充满启发的旅程。要真正理解这个议题，我们需要先从最广为人知的传统轮回观开始谈起。大部分人对轮回的想象都是来自宗教经典或民间故事。佛教说六道轮回，人生死后依业力投胎，可能重生为人、动物或进入其他境界。印度教的观点也类似，灵魂在不同生命中不断循环，直到最后解脱轮回，回归犯我合一。而在东方许多民间传说里，轮回被描绘得更具象，灵魂过奈何桥，喝孟婆汤，前世的记忆被抹去，于是重新展开今生的旅程。这些观念之所以能流传千年，是因为他们解释了人类最深层的疑问：为什么有的人一出生就富贵，有的人却天生困苦？为什么会有一见如故的感觉？为什么某些人天生惧怕某种场景，仿佛带着前世创伤？轮回提供了一种因果延续的答案，它让人觉得生命并不只是一条从出生到死亡的短暂直线，而是无数次生命的循环。前世的行为会影响今生的命运。然而，当我们把熟悉感套进这个模式时，却常常出现一个解不开的矛盾。假如你今生遇见某个人，心里突然浮起强烈的感觉，我们一定在前世见过，那么理论上对方也应该同样对你有熟悉感。因为如果前世真的有交集，这段记忆的痕迹应该是双向的，但实际情况却是，很多时候只有你单方面觉得熟悉，对方却感到完全陌生，甚至对你的说法嗤之以鼻。这种不对等的熟悉让人困惑，有人会解释成你的灵魂记得，
但他的灵魂忘了，或者你们的灵魂层次不同，所以只有你能感受到这些解释虽然听起来合理，但仍旧隐隐透露出一个更深的问题：我们是不是误解了熟悉感的真正来源？科学的角度也曾尝试给出答案。心理学认为即视感 déjà vu 只是大脑讯息处理的延迟，让人误以为某个场景曾经发生过。神经学研究则指出，这可能是大脑海马回的记忆系统短暂错乱，将新的讯息误判为旧有记忆。可是，这种解释只能涵盖部分情况，因为并不是所有熟悉感都能用大脑错觉来合理化。有些时候，那股熟悉甚至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，让人直觉觉得这绝对不是幻觉。于是，大多数人仍宁愿相信这是前世的记忆在提醒自己。但如同我们刚才提到的，为何这种记忆往往是片面的？为什么不是双向同步？这就是传统轮回观无法完美解释的地方。它强调生命的延续，却忽略了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：时间真的只是线性的吗？如果时间并非从过去流向未来的一条直线，而是一个同时并存的整体，那么熟悉感的来源就可能完全不同。你之所以对某人感到熟悉，或许并不是因为前世，而是因为在另一个时空点，甚至未来的某个片段，你和对方有着深刻的连结，而这份连结透过灵魂能量场的共振，提前在此刻释放出来，让你产生强烈的熟悉感。换句话说，熟悉感不一定是前世的证据，它也可能是未来的预告。要真正理解为什么熟悉感可能来自于未来，而不是过去，我们必须先跳脱一个最大的限制：线性的时间观。在人类的日常经验里，时间总是被理解成从过去流向未来的一条单向直线。我们出生、成长、衰老、死亡，这个过程似乎无可动摇地证明时间只会向前，不会回头。可是，当你深入研究物理学、哲学与灵性观点时，会发现这个理所当然的假设其实并不一定正确。在相对论中，爱因斯坦曾经指出，时间并不是绝对的，而是相对于观察者的状态而变化。当物体接近光速时，时间会变慢；在强重力场中，时间也会产生弯曲。换句话说，时间并非一条单纯的直线，而更像是一个可以被扭曲的维度。而在量子物理的层面更是颠覆。量子纠缠显示，两个粒子即使相隔遥远，也能瞬间连接，仿佛时间和空间根本不存在。灵性领域则更进一步指出，时间其实只是一种一时的感知框架，用来帮助我们在三维世界中经历事件。如果你站在灵魂的角度来看，时间并不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顺序，而是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。所有的片刻其实都在当下这个点里同时展开，只是我们的意识像一只手电筒照亮其中的一小段，于是才会误以为自己正在走过时间。那么，这对轮回意味着什么呢？它意味着灵魂并不是像一颗球，先滚过前世，再滚进今生，最后再滚向来世，而是像一颗多面钻石，无数个切面同时存在，每个切面就是灵魂在不同时空的展现。你以为遇到的是前世的熟人，其实可能是灵魂在来世的形态，或者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自己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今生遇见一个人，突然有种莫名的亲切感。传统的说法是，你们前世或许是夫妻、亲子或朋友，所以今生才会心灵相契。但如果从非线性时间的角度来看，真相可能是在未来的某个时空片段，你们真的成为了亲密的灵魂伴侣。那段未来的能量共振穿越了时间的限制，在此刻被你感受到，于是你才会有种似曾相识的强烈直觉，而对方却没有同感，因为对方的灵魂版本在未来才会拥有这段记忆。这样的解释不仅能合理化单向熟悉感的现象，也让我们开始意识到，我们的生命其实远比想象中更为浩瀚。你不是只活在一条时间直线上的单一角色，而是同时活在无数个时空里的灵魂展现。这样看来，轮回就不再只是前世与今生的连续，而更像是灵魂同时性的多重投射。有些人是你的过去的缘分，有些人是你的未来的交汇，还有些人甚至是你平行世界的映照，而这一切最终都在当下此刻彼此交错。所以，当你遇到某个让你觉得无比熟悉的人时，不要急着断定是前世的缘分，它也有可能是来世的预告。
当我们真正接受时间并非线性这个观点时，轮回的整个概念就会彻底被改写。传统上，我们被教导要把生命理解为一种直线旅程，前世、今生、来世，然后重复循环。但若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同时展开的场域，那么灵魂根本不需要一格一格的走过时间。事实上，灵魂更像是一个庞大的能量核心，将自己投射到不同的时空里，形成无数个你。这意味着，你所谓的前世与来世，其实并不是一个顺序，而是灵魂在不同维度与时空的同时投射。它就像一张巨大的网，每一个节点都是灵魂的一次化身，而你现在正处于其中的一个节点，与其他节点并行存在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会遇到某个人，瞬间有种熟悉感，甚至带着强烈的情感投射，因为在灵魂的某个节点上，你和他确实有着深刻的连结，只是那个节点未必在过去，而有可能在未来，甚至在一个与此平行的宇宙之中，你捕捉到的是灵魂的共振，而不是时间的记忆。这种真相听起来或许难以置信，因为它颠覆了我们的日常逻辑。我们总习惯于一因一果、一前一后的推理方式，所以才会把熟悉感解读成前世的痕迹。然而，如果你能将意识提升到灵魂的角度，你会发现，灵魂根本不受时间限制，它的存在是全息性的，是同时展现的，就像一个立体全息影像。虽然你眼睛只能看到一个角度，但其实它的每一个角度都同时存在。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见的灵性疑问：为什么有些人透过催眠回溯看到的前世会彼此矛盾？有的人说自己是古埃及的祭司，有的人说自己是中世纪的农夫，甚至有人声称自己与名人同时前世重叠。这并不是因为有人在说谎，而是因为灵魂的多重投射本来就能同时展现在不同的时空。你所谓的前世回忆，其实只是你连接到了灵魂的另一个节点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轮回到底还有没有意义呢？答案是有，但不是你以为的那种意义。轮回不再是一世接着一世的学习，而是灵魂透过多重经验，同时探索存在的不同面向。你并不是活完这一生，再换下一生，而是在灵魂的全息场中，同时展开无数生命经验。所以，当你遇见一个人，觉得熟悉，觉得命中注定，不要太快把它归类为前世的缘分。更深层的真相是，你的灵魂正在告诉你，在另一个时空，我们的确有故事。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过去，也可能发生在未来，甚至正在某个平行宇宙的此刻上演。而你此刻的感受，不过是灵魂跨越时空，把那份记忆的震动带入了当下。这样的理解，让我们重新看待人际间的相遇，它不再只是命运安排的巧合，而是灵魂在更高层次的设计。你以为你遇见的是陌生人，但在灵魂的网络里，他其实早已是你的某一个版本的亲密伴侣、家人或者共同学习的伙伴。而真正的重点不在于弄清楚这到底是前世还是来世的交集，而在于当下你选择如何回应这份熟悉感。因为灵魂最终的目的不是要你执着于前世的故事，而是要你在此刻做出新的体验，创造新的爱与理解。当我们理解了这个颠覆性的真相后，就会发现一个关键：无论前世还是来世，无论平行时空还是未来预告，所有的连结与震动最终都会汇聚到一个唯一的焦点——此刻的当下。很多人对轮回充满好奇，想知道自己前世是谁，想知道与眼前这个人有什么因果纠葛。但如果时间是同时存在的，那么执着于前世或来世，其实就像在全息影像里，硬要抓住其中某一格，却忽略整个完整的画面。灵魂真正的意图，不是要我们停留在回顾或预测，而是要我们学会在当下这一刻，如何去选择，如何去爱，如何去创造。想一想，那种莫名的熟悉感，或许本身就是灵魂给予的提醒。它告诉你，这段连结在更大的时空场里早已存在，而现在你有机会在这一世以全新的方式展开它。这就是为什么熟悉感不一定要被解读成宿命或无法逃避的前世因果，相反，它可能是一个灵魂邀请，要你重新选择一种更高的可能性。所以，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前世是什么关系，而是在此刻的相遇中，我要如何让灵魂成长。当你选择用爱去回应，你就在所有时空节点上同时为灵魂注入了新的能量。这就是所谓的当下即永恒，
因为你的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个选择会同时回响在灵魂的整个网络里。如果说传统轮回观让人专注于过去的因果，那么新的理解则让人回到当下的自由。你不需要被前世的故事绑架，也不必焦虑来世的安排，你唯一需要把握的就是现在此刻的心，因为当下的选择会同时影响所有的你，过去的你、未来的你，以及平行时空里的无数版本的你。所以，下次当你遇见那股强烈的熟悉感，不妨静下来问自己，这不是单纯的前世记忆，而是灵魂在提醒我，此刻我要如何去回应？因为答案永远不在过去或未来，而在你此刻的心念与行动。最后，你有没有曾经遇过某个人，明明第一次见面，却觉得我们好像早已认识很久的感觉呢？你觉得那是前世的缘分，还是灵魂未来的预告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